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 欢迎来到 Garden 365。今天呢，我想向大家分享一种不是菜却有菜的清甜，不是笋却有笋的脆嫩。确切的说呢，它是一种花，而且它非常的好种，对土壤、肥料、阳光都没有要求。我甚至在菜地里都没有给它留一席之地，直接把它当成了绿色观赏植物，种在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落里。它呢，就是金针花、金针菜，也叫黄花菜、忘忧草。它到底有多好种呢？看看这些土就知道了。我小菜筐里用来种菜的土呢，都是买来的营养土。这里的土啊，就是花园自带的粘土，而且里面啊还有很多石子，基本上连草啊都不太容易长。就在这种土壤条件下，我种上之后呢，没有施肥，也没有浇水，经过1年半的生长呢，从几棵变成了一大丛。就是这种黄泥加石子，甚至连草呢都长不出来几根。看到这里，相信您一定动心了，因为很多朋友家里呢都有这么几块，阳光不好，土壤不好，别说是种菜了，就是种一些稍微有一点种植要求的花卉呢，它都长不好。而金针菜呢，在这种石头缝里啊都可以生存。这边的这一丛呢，不但压了石子，石子下面还有一层防草垫，在防草垫的空隙中呢，也不耽误金针菜的生长。相信大家都一定吃过晒干的金针菜，可是啊，有很多人，甚至家里有种金针菜的朋友呢，都不知道金针菜的嫩茎居然能吃。今天我就要分享这道人间美味给大家，家里有种金针菜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。在每年的金针花开花之前呢，我们可以采摘它的嫩茎来食用。我们可以用刀或者剪刀，像这样从根部呢把它割下来。大家看里面的心非常嫩，等一下我们要食用的呢就是这部分。大家不用担心金针菜割得这么彻底还会不会长呢？金针菜能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中生长，说明它根部的繁殖和分支能力都特别强。我们剪完之后呢，它还会从旁边长出新的侧茎来。像这些大的侧茎呢，都可以剪，把小的留下来就可以了。金针菜的侧茎呢，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碧玉笋，也有叫白玉笋、金针笋的。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它的色泽如玉，口感如笋，肯定是一道美味啦。剪完之后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它的根茎啊，紧紧的盘绕挤在一起。我当时在这里好像只种了1棵，现在已经长出了7、8根侧茎。这几根小的呢，我用石子随便盖一下，它还能生长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其实金针菜呢，在新西兰也属于一种比较容易泛滥的植物。不过还好，它是一丛一丛的生长，还比较好管理，不会一下子泛滥的到处都是。我种金针菜呢，并不是为了吃金针花，因为我种的量并不多，而且新鲜的金针花呢有微毒，需要焯水浸泡。焯水之后，我这点金针菜开的花呢，可能连1顿都不够吃。所以我种金针菜呢，是为了赏花，还可以呢吃它的嫩茎。随便一割就是这么一大堆，当然不是所有的叶子都能吃，我们还需要再进行处理一下。我金针菜的面积呢，总共呢还不到1平方，今天呢只割了一半，还剩下一半呢，过几天再吃。要说产量呢，我个人感觉金针菜的嫩茎啊，要比金针花高许多，而且呢，处理起来和烹饪起来呢，都比金针花要简单许多。最主要啊，它非常好吃，脆脆甜甜的，不像有一些非常好种的菜呢，都会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许多人呢都不能接受。碧玉笋呢，我敢保证，如果您尝过，一定会喜欢上它。然后我们来处理一下，把上面的叶子剪掉，大概留10几公分吧。然后呢，把外面的叶子全部扒掉，留嫩心就可以了。想吃嫩一点呢，我就再扒掉一层，这样就差不多了，白白嫩嫩又带有微微的淡绿色。这就是自己家里种的碧玉笋。
而且听说呢，要是在种植的时候呢，以遮挡阳光的方式栽种，那么它的嫩茎处就会呈现出漂亮的嫩白色，也就成了白玉笋。由此可见，如果您要是想吃这样又白又嫩的嫩茎，完全可以把金针菜种在阳光不足的地方。如果您的家里也有一些这样的地方，日照不足，不能种菜也不能种花，那么或许金针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而且它既能看花又能食用，还非常好打理。既然它这么好吃又这么好种，那么营养怎么样呢？碧玉笋的营养还是很丰富的，除了含有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C 呢，还含有钾、磷、钙、镁，同时呢还含有一定的叶酸。在功效方面呢，它能够清热除火、生津止渴、化痰止咳、解毒解酒、养肝消食。如果家里有地方呢，非常值得一种。剪下来的叶子还是很多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剪碎，直接埋到菜地里，将来呢也是很好的肥料。由于我的地里还埋着厨余，所以我先把它们呢剪碎，放在土的表面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吹雨淋、太阳晒，它们就会变黄。等到我需要移栽菜苗的时候呢，再把它和土壤混合。这些叶子呢，水分足，营养好，和我们平时割下来的草一样，都是非常好的肥料，千万不要浪费。旁边的这些豌豆苗好像也可以收割了。白玉笋的做法也非常多，洗干净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炒荤、炒素，或者呢炒一些胡萝卜，也可以呢放一些菇类。总之怎么做都好吃。通常呢我会把它们像这样斜切成条，一般呢不会切成一段一段的，感觉呢这样的口感更好。我们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碧玉笋呢是寒性的，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加一点生姜。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呢，晚上我只要简单的清炒一下就很美味。我喜欢吃碧玉笋是因为它的味道非常清甜。在生的时候，如果您尝一下呢，也能尝出它丝丝的甜味，而且它的口感呢又脆又有嚼劲，在餐桌上非常受欢迎。如果您家里也种了黄花菜、金针菜，却从来没有吃过碧玉笋，那么就赶快到院子里割一些来尝一尝，千万不要浪费了这么好的食材。希望呢您也喜欢我的分享，也可以为您的餐桌呢再增加一道美味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